이거 너무 속상한데? 어떡하지? 今天的江迅眼中常噙泪水，脸上的悲伤也是化不开的浓郁，因为他将面对最不愿看到的老和死的问题。当陪伴了你一辈子的狗狗进入耄耋之年时，曾经的活泼一去不复返，留下的唯有种种不便。나 이거 못하겠어. 他可能会随时随地就昏昏欲睡，因为13岁的他早就过了好动的年纪，身体的衰老让他无法时刻保持清醒，但对主人的爱意却是岁月也无法磨灭的存在。就像四季更替无法改变，科里也到了不由自主的年纪，他眼神中的无奈又自责，却是清醒之后的真实流露。此时主人能做的就是洗去他身上的污秽，就像照顾一个不小心犯错的老人。包容最能让双方得到体面。有时科里尿裤子也会暴跳如雷，他会怪自己为什么这么不中用。此时他需要的不是谩骂和责备，因为他小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。一切好似又回到了原点，但他却走了一辈子。年轻时你努力玩闹取悦于我，年迈时我倾心倾力照顾于你。13年的时间转瞬即逝，他的眼神一如初见时令人欢喜。还依稀记得刚到家时他还是个小不点，那可爱的样子至今难忘。4年前的科里还精力充沛，明亮的眸子里充满了对一家人的眷恋，但美好总是消失的猝不及防。他渐渐对大家的呼唤没了反应，清晰的世界也变得模糊起来。他不想对眼前的午饭视而不见，可是兜兜转转却始终寻不到他在哪里。没想到咫尺天涯原来如此让人无奈。此时唯有主人端起食物，才能让垂垂老矣的他填饱肚子。但随着头脑的昏沉，他甚至会忘记眼前之人是谁。他跌跌撞撞四处碰壁，响亮的声音随时会在屋内响起，一次次的摔倒俨然成为了生活的常态。老眼昏花并不是很遥远的词汇，科里就深切体会到了其中的苦楚。尽管他讨厌滴眼药水，但仍旧把他当孩子看待的监护人，却没有半点不耐烦之心，因为不这样做的话，他的眼睛就会朝着青光眼恶化。母女俩已不忍心看到他在承受折磨。就在几个月前，科里还能跟着监护人一步步的愉快散步，但是现在无论你怎样呼唤他的名字，他都仿佛置若罔闻。这不是他年轻时叛逆的不听话，而是听力的下降把他与这个世界隔离。曾经他也是这片区域的霸主，四处都留有他的标记，但一代新人换旧人，耄耋之年的他生命也如同标记的气味一样慢慢流逝。虽然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母女俩仍想让科里的晚年生活过得舒服一些。不过面对这样的高龄狗狗，爱狗如命的江迅也很不是滋味。这是节目里最特殊的求助犬，他似乎已经丧失了向你发火大叫的能力，甚至连站稳脚跟都已成为问题。此时的江迅感觉如此无力，他用笑容来掩盖伤心。他宁愿面对的是攻击他的问题犬，也不想遇见不吵不闹甚至忽视自己的老狗，因为有些问题即便是他也无法解决。狗狗一般耳朵痒时会自己挠一挠，但科里已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行为了。他让监护人把便利贴放在科里脑门上做个实验，因为一般狗狗会觉得这样很难受就会弄掉它，但科里却无动于衷。即便训犬师用手拍它的肛门，正常狗狗会因为不舒服而把尾巴垂下，但科里依旧没有任何反应。短短的几个字却让母女俩始料未及，他们不愿相信这残酷的事实。在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后，他们不得不接纳科里得了老年痴呆的现实。现在来看，原来一切都早已有迹可循。白天他会漫无目的的满屋徘徊，夜晚就连睡觉也是件奢侈的事，跌跌撞撞时非他所愿，失禁到满身沾满粪便也毫无感觉。他就这样孤身一人，困在了自己无法掌控的世界，静静等待着死神的降临。此刻训犬师眼里也噙着泪水，他的心情和监护人一样沉重。人们常说狗狗是唯一爱你胜过自己的生物，他用尽一生带给主人快乐，但在年老体弱之时，总归要做点什么让他们好过些才行。江迅告诉母女俩，带科里适当的散步可以防止身体的退化，因为力气的衰减，他可能无法奔赴监护人，那这次就换我来靠近你好了。带他出门一定要系好牵引绳，因为意外不知何时就会降临。遇到其他同类时也要格外小心。现在的他已经承受不起任何的吠叫和惊吓，他们不仅在屋里贴上了防护条防止他乱撞，还为他规划出一块安全空间，缓解失禁带来的痛苦。回首往事，心中竟全是和你生活的斑斓色彩。容颜老去，依旧无法让我忘记你曾经活泼的模样。狗狗的爱永远是那么的赤诚和热烈，人类便寻不得的真心，却在他们漆黑的眼睛中得到了答案。17岁的苏妮陪伴一家人度过了无数岁月，即便她现在患了肺癌无法救治，他们也不愿就这样轻言放弃。医生曾建议给她安乐死，但女主人却不忍心，还是尽心尽力照顾，希望奇迹能够降临。就这样，她硬是从仅剩3个月的寿命又多活了1年。12岁时，苏妮因为老花眼摘除了一只眼球，而诊断为癌症之后，更是做了4次手术。
年轻健康的他仿佛就在昨日，而如今病了老了的他却身不由己。男主人还依稀记得刚带他回来时，苏妮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，所以对他没有好感。但互相陪伴的日子里，他早就把苏妮当成了家人对待。每每看见苏妮痛苦的模样，心中的酸涩却是怎样也无法阻止，就好像自己的孩子生病了，伤在他身，痛在我心。时间是把杀猪刀，让苏妮几乎忘记了所有家人的模样。从女儿初一时起，被抱回来的苏妮就开始陪她度过了所有青葱岁月。一人一狗早已亲密无间，她不仅仅是一个宠物，更是家人所有美好回忆的载体。每每想起未来苏妮不在的日子，女儿的泪水已不知流下多少次。人们总会觉得狗狗应该是活力满满的样子，但谁知有一天它们也会抵不过岁月的侵蚀。每一张和你的照片都是一种回忆，所有的幸福与美好都定格在了这里。老母亲如背着婴儿般带她出门看雨，她从不觉得患了绝症的苏妮是个累赘，反而觉得她能活到现在已是上天的恩赐。其实狗狗什么都知道，它漆黑的眸子里透出了无限的眷恋。生命的倒计时不知还有多久，当下的每分每秒都弥足珍贵。이 친구가 가면 좀 어떨 것 같아요? 생각만 해도 얘가 없다는 거는 상상이 안 가요. 每一位监护人和狗狗都缘分匪浅，主人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家人看待。如果狗狗能说话，我想他们一定会说，成为你的家人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事。江迅曾经送走过一只狗，他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多带它游泳几次，因为这是他平时最喜欢的事。所以带他们做些他们喜欢的事吧，把剩下的回忆都定格在美好里。远赴人间惊鸿雁，一睹人间盛世颜。他们带着苏妮来到了最疼爱她的爷爷面前，不知还能否勾起他对爷爷的一番回忆。他们又到了经常来的海边，清冷的海风也吹去不少他身上的疲惫。我们无法减轻他的痛苦，能做的只有给他装满美好的回忆。如果有来世的话，希望他能再次回到我们的身边，感谢他曾用尽一生带我们体会了幸福的含义。年轻时的狗狗总是那么活泼，但15年过去了，许多病魔都找上了门。仅仅去年玛丽就做了2次手术，他们从未想过原来死亡已不再是遥远的话题。每每看到他痛苦煎熬的模样，似乎除了心疼他们也无能为力。养狗之后才发现，原来生病和变老都是他们无法逃避的问题。多么怀念他曾经洗澡时扑腾的模样，哪怕你现在挣扎一下，我都会满心欢喜。面对他随时可能消逝的生命，母亲眼中总是常含泪水，就像一个相濡以沫的老伙计即将远航，不舍是我最深切的挂念。狗狗的爱就像炽热的太阳，它能驱散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阴霾。得知玛丽离去的消息，江迅眼中也噙着泪水，他们终究还是没能面对面的看上一眼。他们准备了玛丽最灿烂的照片，以此祭奠她的笑容，应该成为人们最深切的回忆。面对她的突然离开，尽管心中预想过无数遍这个场景，但真正面对时却还是难以自已。生老病死实乃常事，有些事情你能想通，也能接受，但还是会难过不已。所有被主人爱着的小狗都是会受到祝福的，携着这份爱意，他们心里也一定充满着感动。节目组最后还为他们准备了惊喜，要把一家人最美好的时刻记录下来。母亲也希望科里能读懂自己的爱意，但相处了一辈子的彼此，他又怎能不知？仅剩3个月的寿命，却还是活了1年的时间。是一家人的爱让他变得自强不息，是主人的挂念化作了他坚持下去的勇气。垂垂老矣的他们早就不用叫声表达情感，所有的爱意都用眼神来传递。能遇见好主人是狗狗一生的幸运，但能成为他们的爱犬，又何尝不是3生有幸呢？希望所有的毛孩子都能无有病苦，老有所依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